好了，同学们，我现在面前的是苹果刚刚发布的 AirPods Pro 2，也就是第二代的主动降噪耳机。我们现在给它进行开箱。这就是 AirPods Pro 2。下方这里有一根 Lightning 的数据线，这个位置它除了之前的 L 号、M 号和 S 号之外，还增加了一个全新的 XS 号，就是给那些耳洞可能比较小的用户进行更好的适配。这次有那个挂绳孔了，下方新增加了一个扬声器，小白灯闪烁。AirPods Pro 啊，这个地方没有写第二代。然后我们把耳机拿出来，和前代呢整体的变化不大啊，但是有一些改变。我看了一下日期，苹果发布 AirPods Pro 1代的准确时间是2019年10月29日，已经过去了足足1058天，还有1个月就整整满3年。今天的视频里，我们来聊一聊 AirPods Pro 2到底有哪些改变。首先说外观。几乎没有变啊，有些零零散散的小改变，比如说耳机盒底下开了几个洞啊，比如说耳机麦克风位置有所调整，但整体上就那么瞄一眼，没什么差别。那么升级点在哪儿呢？我们先说声音，这次芯片升级到了 H2， 号称带来了更清澈的人声以及更浑厚的低音。少废话，直接听歌。AirPods Pro 1代和2代在播放完全相同的一首歌，以及完全同样的音量，看看你是否能够听出差别。这一段我建议大家佩戴耳机，效果会更加明显。大家注意啊，我要点播放了。How do I register for the classes? We'll need you to join the gym. 哎呀，不好意思啊，怎么还播上英语听力了呢？我估计有的观众听着眼前一黑啊，就想着题干没听清就开始答题了。我们重来啊，重来。这次大家认真听。那一段被遗忘的时光，那一段被遗忘的时光，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敲打我窗？大家对于2代 Pro 应该已经有一个初步的感受了吧？我们接下来听第二段。I only wanted to have fun. I only wanted to have fun. Learning to fly, learning to run. Learning to fly, learning to run. When I was young. When I was young. 怎么样？最后我们来听第3段。通过 H2 芯片 AirPods Pro 2降噪，据说是前代的2倍。少废话，直接听噪音。怎么样？完全相同的测试环境，第二代降噪能力确实要更强了。我们再听飞机。第3个场景，办公室。有的时候想静下心办公的时候，总有同事在旁边聊天，越聊天你越心烦气躁，然后就连同事敲键盘的那个声音你都觉得烦。怎么样？这几个场景大家日常会频繁遇到吗？使用 AirPods Pro 1代的同学应该都知道啊，这款耳机它最强的其实不是降噪，而是通透。1代的降噪能力呢，应该算是第一梯队的，
但是通透模式真的是一个能打的都没有。当我开启通透模式，完全感受不到有一个物理的耳塞堵在耳朵上，真的就是和世界时刻相连。而在 AirPods Pro 2上，通透模式进化成了自适应通透模式。什么叫做自适应通透模式？我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在过马路的时候，车来车往，这个时候呢就不适合开降噪，因为隔绝噪音之后可能会让你意识不到身边来往的车辆，所以过马路的场景我们更适合开启通透模式。但是在通透模式下，比如说我们过马路，有一个司机他不文明，往死里摁喇叭，那这个噪声就会对我们的听力造成损伤。而 AirPods Pro 2的自适应通透模式最强悍之处就在于它可以保持通透模式之下瞬间只将摁喇叭的那个声音降噪下来，而你身边的其他声音依然会保持在通透模式之中。这次 AirPods Pro 2新增了一个功能，就是它可以检测你耳朵中的噪音等级。大家注意啊，一旦我和我的手机连接之后，手表上就会出现一个 AirPods 已降低噪声等级。这个位置呢，显示的其实是我耳朵里的噪声等级，而真正的环境噪声等级呢，在下方，能看到吗？这里显示不带 AirPods 噪声等级为77分贝。然后我现在把降噪模式给它滑动过来，改成通透模式。理论上这两个数据是不是应该完全相等？如果你走在马路上，你的身边突然有一辆车给你摁喇叭，大家注意，我这是在通透模式下，车辆鸣笛的环境声已经最高达到了89分贝，但是我听到的这个瞬间音量只有82分贝。也就是说，通透模式在一瞬间把喇叭的声音降低了7分贝，但其他的环境声没有改变。除了车辆鸣笛 ，AirPods Pro 2还增加了对电钻等电动工具的自适应通透检测。大家看这段啊。通透模式环境噪音已经达到了88分贝，但耳机又在瞬间对电钻声进行了降噪，整体降低到了81分贝。我再次强调，这是在通透模式下，不是降噪模式，这一点才是最狠的。所以大家能理解自适应通透的意思了吗？就是在这种状态之下，既能够保持你和世界完全没有阻隔，时刻连通，同时对于大街上可能出现损坏听力的噪音，又能够智能的降噪下来，属于把通透模式玩出花了。以上这些都属于科技狠活啊，也是在声音表现上的核心升级。接下来我们说一些花活啊，首先支持了耳柄调节音量，听歌的时候你不拿出手机也可以调节音量。配备 U1 芯片之后，支持了对耳机盒的查找。AirPods Pro 就因为发布时间太久了，对于耳机找回并不是很友好，上演过多少个冬天耳机盒掉在雪堆里，而找了一晚上愣是没找着的人间惨剧啊！再说这苹果 iPod 就不能出个别的色儿的耳机吗？这大雪连天的，道这么滑，我寻思直接杀出一条血路，我干过来得了呗。把崩半道耳机干飞了，从手机上看位置显示就在这儿呢，还提示我遗失了尝试播放音乐。那我这是入耳式的呀，我放多大声我能听见？而在第二代功能上得到了补齐，你可以在查找里进行远距离定位、近距离定位以及近距离播放声音。哎，找到了3.3米，那我们继续往前走。3.2、3米，尝试在不同的方向走。距离远了，那我们走错方向了，我们绕回来。哎，2.4米左侧，哎，找到了，它有一个小箭头，看到了吗？你去移动这个手机的时候，它这个箭头会有一个提示，然后手机会有一个震动。1.9米，1.9米在哪儿？左侧1米啊！哎，手机现在开始持续震动。然后这个时候，你看我这视野里还是没有看到耳机啊，你就可以点击这个播放扬声器。哎，开始叫了，听见了吗？再叫一声。0.4米，0.1米，哦，在这儿找到了，看到了吗，同学们？这就是这次U1 芯片加入的一个价值。这次在充电上有一个升级，是支持使用 Apple Watch 的充电器给耳机进行无线充电了。这个消息一出，那 MagSafe 双向充电器股票直接涨停啊！连一个插头，你可以给3个设备充电了。那3合1充电器们都傻了，一屁股坐地上说完了，我成2合1了。视频的最后，我们来说说这次最重要的一个升级啊，
耳机挂绳孔，通过一个挂绳孔振兴一个行业，义乌都沸腾了。我买回来了一大堆耳机挂绳，真的就是你有任何需求都可以找到对应的挂绳。喜欢国潮风的同学，你可以选这根，对不对？不仅可以挂在手里，你还可以挂在包上。以后出门你就不需要在包里翻来覆去找耳机找半天，你直接顺着这个绳牵出来就可以了。喜欢简约一点的，你就可以选择这个渐变硅胶挂绳。LGBT 同学们呢，你们可以选择彩虹挂绳。喜欢编织的可以选择这款，这个其实它也是硅胶材质的，但是模拟了编织质感。哎，这款挂绳是真的编织，叫什么宫廷绿配色，还有一个手指环挂在手指头上，你也可以去《甄嬛传》里活2集啊。有同学喜欢迪士尼，安排。米妮款呢是紫色，草莓熊这款呢是粉色。哇，草莓熊这款挂绳真的很好看。迪士尼这2根都比较长啊，应该是挂在脖子上会更合适一些。甚至有同学说，哎，我想给我爸耳机配一根挂绳，什么样的合适呢？那么我就推荐这一款黑檀木指环挂绳，怎么样？黑檀木直击中年男性柔软的内心。有同学说了，哎，我妈信佛，我能不能给她的耳机也配个挂绳啊？那么请看这一款菩提根平安符挂绳。就咱妈日常拿着耳机没事的时候，就顺便把经给念了。总结，从技术层面和体验层面，我认为 AirPods Pro 2已经是最顶级的主动降噪耳机了。但是，就像所有降噪耳机一样，这个耳塞啊，还是极大程度的降低了佩戴的舒适性。实际测试，我大概佩戴2到3个小时之后，哇，这个耳朵就开始疼了。而且之后的时间，那个痛感会翻倍的增加，就必须拿下来放松耳朵。当然了，从降噪的角度来说，这个问题目前无解。对于购买的推荐，我通常的建议呢是日常长时间佩戴，还是选择标准版的 AirPods， 有降噪需求选择 Pro。但是现在这个产品周期刚好 Pro 有一个等待3年的全面升级，而 AirPods 3的舒适佩戴性呢又要弱于 AirPods 2，此消彼长，今年确实不太好推荐。我后来仔细琢磨了一下，我现在可能会把 Pro 放在目前最推荐的 AirPods 位置上，但是我也必须跟大家强调啊，它的长时间佩戴舒适性要远落后于另外2款耳机。AirPods 2是最舒适无感的耳机，但是功能性要落后于另外2款。AirPods 3呢，属于相对舒适、功能又相对全面的综合选手。如果你说降噪耳机我熟悉啊，那点不适对我来说完全可以接受，那就大胆的入手 AirPods Pro 2吧。无论是音质还是功能体验，真的和 AirPods 2和 AirPods 3拉开了差距。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我是周文泽，我们下个视频再见。